朋友們，你們相信巧合嗎？就在最近，我們的太陽系裡發生了一連串怪事儿。先是2025年12月初 ，NASA 那台在火星軌道上穩定跑了10多年的 Maven 號探測器，突然就失联了，姿態失控，生死未卜。緊接着，到了2026年1月，就在前幾天 ，NASA 又毫無征兆地緊急取消了一次国際空间站的太空行走，理由是宇航员醫療問題，但具體是誰、什麼問題一概不提。一個失联的探測器，一個取消的指令，再加上之前 CIA 面對質詢時既不確認也不否認的經典回復，這3件事兒如果獨立看，可能只是意外。但如果我告訴你，他們都指向了同一個源頭，那個我們之前反复聊過的神秘星際访客 3I Atlas， 你還會覺得這只是巧合嗎？我們知道 3I Atlas 自被發現以來就怪事不斷，到今天其重大異常已經累積到18個，最典型的就是那條直指太陽的反尾，以及最近發現的那3條精確分布的噴流，這些都完全顛覆了我們對彗星的認知。面對這些無法解釋的異常，獨立研究者帕維爾·茲拉特尼克提出了一個能把所有線索都串起來的驚人假說：如果 3I Atlas 擁有自己的磁場，哪怕只是一個微弱的磁场，那麼一切就都說得通了。這個假說就像一把鑰匙，能瞬間打開所有的鎖。首先，我們來看那條詭異的反尾。在磁場假說下，它根本就不是什麼塵埃，而是在磁場作用下被精確雕刻出來的等离子體尾流，是 3I Atlas 與太陽風主動交互的產物。一個擁有磁場的物體在太空中就像一艘破浪前行的船，它會主動地與周圍的環境發生作用，而不是被動地被太陽風吹着走。接着，我們來看最核心的謎題：3條120度的噴流。大家請看這張哈勃望遠鏡在2026年1月14日拍攝的假彩色圖像。3條狹窄連貫的噴流，均匀地將360度的圓周分成了3份。這背後透露出的秩序感和幾何美感，完全不像是自然界的隨機產物。帕維爾對此給出了2種可能的解釋，而這2種解釋都與磁場或其背後的結構有關。第一種是3象系統假說，這個原理很簡單，就像我們人類用的3象限一樣，3是實現穩定與平衡的最小數字。如果 3I Atlas 是一個擁有磁場並且正在主動工作的星際探測器，那麼一個由3台發動機組成的推进系統以120度角布局，就能實現完美的扭矩平衡，獲得持續而穩定的推力。這完全符合最高效的工程設計邏輯。第二種解釋更加腦洞大開，被稱為镍立方體化石假說。這個假說認為 3I Atlas 可能是一個沉睡了億萬年的古老人工造物化石，它的核心是一個立方體結構。大家看這張示意圖，一個立方體，從它的任何一個頂點看過去，3條棱邊的投影夹角正好就是120度。當這個覆蓋着冰凍物質的古老遺跡靠近太陽時，應力最集中的8個頂點會最先融化，被禁錮的揮發物就會沿着這3個120度的方向噴發出來。這種情況下，噴流的出現不是因為它有發動機，而是因為它天然的幾何形狀。而一個富含镍的金屬核心，也恰好是產生磁場的理想結構。所以你看，無論是主動工作的推进器，還是被動激活的遺跡，這2種解釋都完美地解釋了120度這個神秘數字，並且都將矛頭指向了智慧設計和其背後的磁場結構。但真正讓這個假說從科幻走向科學，讓無數人脊背發涼的是2026年1月發生的一系列巧合。2026年1月22日，一個在天文學上極為罕見的日子。在這一天，太陽、3I Atlas 和地球3者將精確地排列在一條直線上。勒布教授計算出這個对齊的窗口期極窄，相位角僅有 0.69 度。如果 3I Atlas 真的擁有磁場，那麼在這個特殊的幾何位置，它就有可能像一個巨大的透鏡，將太陽風的能量聚焦，形成一束定向的高密度的粒子束。或者說，在太陽和地球之間架起一座无形的磁力管道。這在自然彗星模型下毫無意義，但在一個人工探測器模型下，這簡直就是一次完美的能量傳輸或信號發射演練。而就在這個死亡对齊窗口期即將開啟的時候，怪事接連發生。
首先是遠在火星的 Maven 探測器。12月初 ，NASA 突然宣布與 Maven 失聯。這台在火星軌道上穩定工作了超過10年的功勳探測器，突然遭遇了內存損壞、姿態失控、通信中斷等一系列致命故障。NASA 給出的官方解釋是軟件問題和太陽輻射，但這個解釋根本站不住腳，因為同一時期在火星軌道上運行的還有其他國家的探測器，它們都安然無恙。一場太陽輻射風暴不可能只精確地狙擊 Maven 一個目標，對吧？那麼唯一的解釋是 Maven 遭遇到了一股方向性極強的非自然的能量衝擊，而它的位置恰好就在 3I Atlas 與太陽的連線上。這難道還不夠巧合嗎？更巧合的還在後面。1月9日 ，NASA 突然宣布取消國際空間站的一次例行太空行走，給出的理由是機組人員醫療問題。根據隱私規定 ，NASA 不能透露具體是哪位宇航員。但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也沒有任何關於宇航員生病或者需要治療的后續報道。這就引出了一個可怕的猜想：如果根本就沒有人生病呢？如果醫療問題只是一個掩蓋真相的借口呢？一個宇航員在太空中進行艙外活動時是最脆弱的，他們身上只穿着一層薄薄的宇航服，幾乎完全暴露在宇宙輻射之下。如果 NASA 的科學家們通過監測 3I Atlas 的數據，哪怕只有1%的懷疑，認為在日地對齊期間，地球附近的宇宙環境可能會出現異常的磁場湍流或高能粒子激增，他們會怎麼做？答案是唯一的，不惜一切代價，把所有暴露在外面的人员撤回最安全的地方。取消太空行走就成了最合乎邏輯也最謹慎的決定，对吧？他們不敢賭，因為賭注是宇航员的生命。現在我們把所有的碎片拼湊起來，一個行為詭異、疑似人工的星際訪客，一個能完美解釋其所有異常的磁場假說，一個千載難逢的日地對齊，一台恰好在瞄準線上離奇失聯的火星探測器，一次在關鍵時間點被緊急叫停的太空行走，以及 CIA 那句經典的“此地無銀300兩”的既不確認也不否認。這一切真的還能用巧合2個字來解釋嗎？科學的精神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目前我們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 3I Atlas 是一艘外星飛船，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人工探測器這個假說比自然彗星假說能夠更完美、更連貫地解釋所有已經發生的怪事。它將所有看似無關的事件串成了一條完整的、邏輯嚴密的證據鏈。現在 3I 正以每秒幾十公里的速度繼續向太陽系的深處飛去，它將在2026年3月掠過木星，然後永遠地離開我們，消失在無盡的黑暗之中。在我們有限的觀測窗口裡，我們還能發現什麼？它的自轉周期會一直穩定下去嗎？它的反尾和噴流會隨着距離和角度的變化而改變嗎？當它經過木星強大的引力場時，又會做出什麼驚人的舉動？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這個來自遠方的沉默訪客已經用他獨特的存在方式向我們提出了一個終極的問題：在這浩瀚的宇宙中，我們真的是孤獨的嗎？或許真相就在我們眼前，只是我們還沒有勇氣去承認。你覺得 3I Atlas 是什麼呢？把你的想法留在評論區。如果你喜歡這期內容，別忘了訂閱關注，我們下期見。朋友們，最近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用的 APP。就是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 非常好用，特別適合喜歡聽書的朋友們。它的華語內容十分豐富，天文地理、歷史名著什麼都有，而且都是正版授權。無論在通勤、走路、運動的時候，還是睡覺前，都可以聽一聽，特別 OK。為了感謝朋友們對我頻道的支持，特別向 Himalaya 官方申請了14天 VIP 免費試用，一般用戶只有7天。現在立刻馬上！你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就能領取使用名額。你先用14天，如果覺得不合適，卸掉就是不會扣費。如果你覺得還不錯，你就充值繼續用。